魏总，久等，没想到你会起得这么早。没有的事，我早上一向5、6点还就行了，熬夜通宵到5、6点准备睡，因此5、6点钟确实是醒着的。这个谎言也不算太扯淡吧？魏无羡自我安慰道。魏总今天是有什么重要会议？蓝忘机端端正正坐在早餐铺的小板凳上，拿起一张纸巾开始擦手。哦，对，要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这样吗？可是您今天的日程表上并没有写，我并不知情，抱歉。魏无羡差点咬着自己的腮帮子，他怎么就忘了现在他的出行和办公事项是蓝忘机在负责呢？和秘书撒谎简直就是在作死。于是魏总咳了几声，给大脑一点缓冲的余地，这才故作镇定地开口，是以前的老朋友，昨晚临时约的，没来得及跟你讲。今晚去见老朋友江城还衣服，这个谎言也有理有据，妥了。蓝忘机没再深究，点了点头，拿起菜单递到魏无羡面前，想吃什么？魏无羡一看菜单，心里瞬间又凉半截，早知道就该把人拐去法国餐厅，什么香煎鹅肝红酒牛排法式甜点点个遍，财大气粗的泡美人儿，而不是为了体验蓝忘机的常去的早餐店，在这里对着翻来覆去也没几个选择的油条包子稀饭发呆，一腔撩汉热情无处施展。于是魏总以退为进，十分绅士地把菜单递了回去，点你喜欢的，我都可以的。等2碗白粥端上来，魏无羡的眼神还是不自觉地飘向了桌角的辣酱和榨菜。不合胃口吗？很合，非常合，简直是天作之合。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平时口味也很清淡，吃这些正好。唯心主义者魏无羡如是说。我真的服了，太难搞了吧。情场高手魏无羡遭遇特大困难，要不是念及被发胶固定的发型太难搞，他早就把自己抓成鸡窝头了。以往他几乎都不用动手，自有愿者上钩，要是他再主动撩拨一下，这世上便又会多一个失足少女。却万万没想到此回遇上蓝忘机这个克星，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任凭魏无羡怎么秋波暗送，怎么糖衣炮弹，蓝秘书只本本分分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和老板的潜规则暗示划清界限，思想境界之高，宛若老僧入定，即刻便可得道升天。是我还不够帅吗？魏老板愁眉苦脸，肯定是江城的西装太丑了，害得我的颜值直线下降。是我还不够富有吗？魏老板苦大仇深，我是不是应该把钱塞到他怀里，还是把黑卡偷偷放到他办公桌上？聂怀桑，魏老板大喝一声，是不是你情报有问题呀？蓝忘机根本就不喜欢那一挂的。非也非也。聂怀桑扇子摇得啪啪响，我给你的蓝忘机洗恶指南绝对正版，童叟无欺。话说回来，我给你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你学习的怎么样了？你是不是露出马脚了？哪能啊，我表情管理都能赶上当红明星了。说真的，今年奥斯卡不颁给我都对不起我把自己搞成人格分裂了。魏无羡委屈巴巴地缩成一团，蓝忘机那眼睛啊，真的太漂亮了，每次看简直要溺死在里面，又清又透。只不过每次对上他的眼睛，我都感觉自己要被他看穿了一样。聂怀桑想了一会儿，这才道，既然人设没问题，你的演技也没问题，你还不红不是没得手，那肯定是因为你没有天时地利。什么天时地利啊？你不要跟我说故意找一帮人去绑架他，然后让我去英雄救美，这多老套啊。聂怀桑收起扇子，朝魏无羡比了个凑近点的姿势，这回不让你动，让他主动过来。苦肉计没那么复杂。聂神棍一脸高深莫测，你喝醉不就行了？魏无羡面无表情，你觉得我是能喝醉的人吗？魏兄啊魏兄，你到底还不记得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了？聂怀桑捂着心口，恨铁不成钢，想睡忘机全靠演技。装醉啊。自从魏总的买醉梗敲定以后，一群人就陷入了紧锣密鼓的筹备中。酒瓶呢？酒瓶摆好了吗？这儿再多摆几个，把酒瓶子弄倒，更真实一点。魏无羡站在酒吧的大沙发上，指挥着温宁摆放道具。你真的不再喝点吗？全身一点酒味儿都没有，你打算骗谁呢？温情揪着他的袖子，把他从沙发上拽下来，干脆从包里摸出一盒腮红往他脸上抹。准备好了没？我要开始打电话了。
真喝醉了，怎么实施计划呀？魏老板摩拳擦掌，你打吧，务必把人骗过来。蓝忘机接到温情的电话时，正和蓝曦臣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温情那边不知道是信号不好还是什么的，声音嘈杂的紧。蓝忘机朝蓝曦臣微微点头示意了一下，捂着听筒走到了靠窗的阳台。蓝忘机吗？你现在有空过来一趟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温情对着电话狂呼。蓝忘机皱眉，出什么事了？魏无羡喝高了，这会儿发疯呢。我们谁都劝不住，一个劲儿的把酒瓶子往地上摔。魏无羡赶紧用脚尖把温宁刚刚摆在桌上的几瓶威士忌一股脑的踢到地上，又挤眉弄眼的示意温情再真情实感一点。我们也都或多或少的喝了点酒，没法开车。魏总这人发起酒疯来杀神灭佛的，得闹出人命来，找代驾也不放心，是不是？温情继续添油加醋，蓝秘书，你看你要不过来一趟，帮我们把人送回家吧。酒吧闹哄哄的，温情也不晓得蓝忘机听清楚没有，等了好一会儿才听见蓝忘机开口，我马上过来。成了。温情点点头。魏无羡从沙发上蹦起来，给了他一个熊抱，被人立马一把按回沙发上。魏无羡立马会意，比了个 OK， 迅速进入状态，直接在沙发上挺尸，假装自己烂醉如泥不省人事，整一个就睡美男，只等王子一个亲亲。那头蓝忘机挂了电话，换了衣服便打算出门。蓝曦臣很少见他这么晚了还要出门，不由得关切道：忘机，出什么事了？是实习的公司有事吗？蓝忘机了一声。好，你早些回来便是。蓝忘机放在身侧的手指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我今晚有可能不回家了。魏无羡眯缝着眼睛，看见蓝忘机朝自己走来，不知怎地脸突然一红，本来只有3分微醺的醉意，这下却好似醉了个彻底，整个人都裹在一片舒服的云里，插个翅膀就能飘飘欲仙。魏老板于是闭紧了眼，把一张脸又往沙发里埋了埋。他家蓝秘书真的太好看了，惹眼又出挑，酒吧暧昧的光线在他脸上打出一层阴影，更是说不出的怦然心动。魏总，您还好吗？蓝忘机走到他身旁，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起来。魏无羡就像一团没骨头的软泥一样，直接贴到了蓝忘机身上。这突如其来的一下，让蓝忘机直接僵住了，捏着他的手臂不知所措地看着他。魏无羡看他这副又羞又俏的样子，心里头烟花轮番爆炸。早就把答应聂怀桑的什么头可断血，可留人设不能崩，礼貌绅士温良恭俭让忘到了石头缝里，心里面已经开始盘算是先表白还是先求婚，还是先开始婚前性行为了。于是魏老板凑过去，直接贴着人脖子低低道：不要叫魏总了，叫我魏婴。蓝忘机虚搂着他的腰，闻言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魏无羡继续卖力地装醉，眼睛都睁不开地靠在蓝忘机肩上，哼哼唧唧，自然也没看到他眼底的复杂神色。见人好半天没有回应，半嗔半恼地在人锁骨上咬了一下。魏无羡当然没能意识到他这一口有多烫人，也不晓得他到底打开了个什么开关，因为接下来发生的早已超出剧本范围，完全没明白状况的魏演员要张嘴就张嘴，该张腿就张腿，硬是把这一出成人动作片给演完了。色令智昏。等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魏无羡才趴在自家秘书的怀里悠悠转醒。